天，我们来到亚利桑那州的东北部，在前往纳瓦霍民族的首都 Window Rock 的路上，竟意外来到了亚利桑那州跟新墨西哥州的交界处。我们来到新墨西哥州啦，这个地方很妙，它刚好介于4个州界的地方，所以随便开一开就到一个州界。亚利桑那在这里，这个亚利桑那很漂亮。这个亚利桑那的州界牌好漂亮，我第一次看到，而且是紫色的，好可爱哦。原本我们要先去纳瓦霍博物馆，却被导航带领来到了一个颇为神秘的地方。我们现在在那个 Navajo Nation 纳瓦霍国的保护区里面，然后你看这好可爱哦，这个 stop 是用他们的原住民语写的。我们现在要走这个 trail， 走进去看Window Rock Overlook， 看会不会通到 Museum。啊，左边有一个很可爱的路标，等下去看看。哇，你看上面的路牌好可爱哦。哇，这个石头太大了，哇，这么高大。泥土路走到这里变成一座岩石，我们很像爬在一座岩石上，就顺着前面的这个黄色旗子的路标走。啊，真的很有心哎，还在石壁上凿阶梯，旁边画黄点点，就是跟大家讲说要从这里走。啊，这个步道走到这里 ，Window Rock 就在前面啊。Window Rock， 前面那个山上有一个洞的那个地方，那边就是 Window Rock， 因为它在那个山壁的中间开了一个大的圆圆的洞，哎，好神奇哦。那我们发现这个 trail 要走到那边要走很远，所以我们在这个 Overlook 的点看完，我们就要折返，等一下开车过去了。到了，这就是 Window Rock， 啊，这里飘得很漂亮。美国国旗 Navajo Nation 国旗，亚利桑那州州旗跟新墨西哥州州旗飘得很大，很漂亮。我们现在走到最里面来看这个 Window Rock， 真的是好像一个戒指环哦，上面还有戒台可以镶钻石。这里也是属于那种砂岩的地形，所以它就是也是经过风化侵蚀，就渐渐形成了这个洞。这边有个纪念石头，啊，这边有个很漂亮的徽章。2次大战期间，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使用纳瓦霍代码的电讯联络方式。这种代码以纳瓦霍族群所使用的语言为基础，以不加密的方式下达军事命令。由于纳瓦霍语的语法复杂且没有文字，外人很难破解，也因此为美军取得太平洋战争的胜利。2002年由吴宇森执导的电影《烈风行动》便是以纳瓦霍族代码为题材拍摄的。这边就是纳瓦霍国的 Navajo Nation， 他们也是经过抗争以后、革命以后，才又重新夺回他们在亚利桑那州的那个土地。那他们现在这边的亚利桑那有1/4以上都是 Navajo 的保护区，占地非常的大，甚至有的比其他州还要大。其实他们本来就是这边的原住民，本来这里就是属于他们的。这一条公路真的是开到天边去了，真的开到天边呢，完全没有尽头。Welcome Center。哇，这
就是内部的情况。这个之前我们有进去过，它现在应该是正常的，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哇，这个是 Spider Rocker 的印章耶。Kenyang Deshei 谢伊峡谷国家纪念区成立于1931年4月1日，是美国国家公园系统中唯一一座全部属于纳瓦霍部落的土地。Shei 是西班牙人根据纳瓦霍语发音而取的名字，就是岩石峡谷的意思。在这里不但可以欣赏到壮丽的景色，还能了解美国原住民的传统生活。谢伊峡谷有南缘跟北缘2条路线，南缘上有6个景点，北缘有3个景点。很可惜，原本唯一的一条可以自行参观的白屋观景台步道，目前无限期的关闭中。我们首先便前往最著名的蜘蛛岩观景台。我们现在走去看那个 Spider Rock 蜘蛛岩。我们已经快要到了，现在已经可以看到 Spider Rock 的头了，那个上面。可是我们现在刚好在背光的地方，不晓得可不可以拍得清楚。哦，看到了，这个就是 Spider Rock 蜘蛛岩。传说他们有一个女神，蜘蛛女神，以前是住在这里，所以这一块岩石才叫做 Spider Rock， 也是他们Navajo精神的象征。下面还可以看到有一条河流过来。蜘蛛岩是高约750英尺的砂岩石柱，传说中古老印第安神话中的蜘蛛女曾住在此处。纳瓦霍的长辈都会训诫自己的孩子，教导他们行为要端正，否则会被蜘蛛女神抓到谷底，用蜘蛛网缠住之后拖到岩顶并吞噬。这就是 Face Rock， 就是从刚刚 Spider Rock 那里的那个黄叶一直延伸过来。在前面的山壁中啊，你看那边有小小的隙缝中有很多房子，那些都是古印第安人留下来的遗址。还有旁边的山壁上也有，可以看到有很多房子在里面。我觉得这里不用收费真的是有点神奇耶，因为我觉得这里景观很壮丽又很漂亮，而且很多点可以看。这边也是Navajo保护区之一，然后他们纳瓦霍族人的有5个是属于他们的专属的地方，一个就是这里，另外一个就是羚羊峡谷，还有纪念碑谷，还有四角落跟鲍威尔湖配局那一带的，像是Navajo Bridge 都是归他们管的。到了，我们来看一下。哇哦，就直接是悬崖了，直接是峡谷了。哇，这边好多这些砂岩的石墙哦。然后他们以前的房子就建在那些石头的山壁的洞里面。哇，你看下面一整排的那个黄叶，就顺着这个河流边长。从滑坡屋观景台可以看见对面悬崖上的聚落，规模大约有50几栋房子。这些聚落建于西元900年左右。虽然这里的悬崖坡度非常陡峭，且经常发生滑坡，但古印第安原住民却在这里居住了长达3个世纪。
们现在到这个junction这个点了，它是界限的意思。我们来看是不是有什么分隔、区隔的地方。这边刚好是两片峡谷，两片山脉被切割出一个峡谷的交界的地方。那个山壁里面也是有好多房子哦，跟那一块凹槽里面。这里之所以称为交汇观景台，是因为有死人谷与谢依峡谷在此交汇，一南一北的往东绵延而去。谷底有谢依河蜿蜒流过，红岩峭壁中镶嵌着古印第安村落遗址。死人谷的名称是1882年史蒂文森探险队在此发现了古印第安人墓葬而得名。这边是最早那些印第安原住民住在这里的地方。那现在底下还是有纳瓦霍族人住在这里，他们已经在这边住很久了，是在美国居住最久的居民。谢依观景台的视野非常辽阔，偌大的山谷间，纳瓦霍族人以此为家，已有将近好几个世纪。至今仍有十几户先民的后裔生活在山谷之内，放牧耕地，自给自足。这边叫 Tunnel Overlook， 就是隧道的全景。前面有黄叶，可是因为这边现在在太阳遮到的地方，所以没有很明显。在隧道观景台，可以透过隧道般的岩壁间眺望苍翠树林。这里有一座铁扶梯，可以通往山谷中。不过，由于地处在纳瓦霍印第安保护区内，必须要有纳瓦霍向导带领才能前往。对啊，这边有好多马哦。哇，你看这个黄叶，这里黄叶好美哦！这里黄叶太美了。哇，这片黄叶公园真是太漂亮了！哇，这种沙沙声也很好听。哇，亚利桑那的秋天，黄澄澄的。哇，这边一整片的黄。我们现在已经到北园了，这里有3个点。我们现在第一个点是羚羊屋，那叫羚羊的取名叫羚羊的原因，是因为这边有古人的房子上面有刻羚羊，所以他们就用羚羊来命名。正前方那边山壁下面就是以前的旧遗址，然后应该在那个墙壁上有刻了一些动物，还有一些以前古印第安文化的文字，上面就有刻到羚羊，所以这边才会被叫羚羊屋。你有看到那一堆吗？残垣断壁的那个中间那里。我们现在来走这个 Mommy Cave 的，要去看 Mommy Cave 的 Overlook。这边就是一个在那个山崖的壁洞里面有找到80户的人家，听说还蛮壮观的，是这里可以看到最多房子的地方。我们现在来看看。然后这就是 Mommy Cave。哇，这个山谷也是好漂亮哦。我们刚刚就是从那个山谷的另外一端看过来，
底下就是刚刚那一户人家。哇，这个石墙很漂亮。木乃伊洞观景台得名于在这里有发现2具保存完好的印第安人木乃伊，这里也是谢伊峡谷中最大的印第安遗址。最显眼的就是有一栋3层的塔楼，有着浓郁的梅萨维德风格。考古学家认为，西元13世纪时，可能有部分印第安人从梅萨维德搬迁到这里来。这个步道修整的还蛮好的，很好走，应该轮椅也可以走。美国真的是还蛮贴心的。你这棵长得好特殊哦，造型很漂亮。今天的最后一站，我们来到当年因为西班牙人在这里进行大屠杀而得名的屠杀洞观景台。有一支西班牙武装探险队，在1805年的一个冬天来到死人谷，并与纳瓦霍人交战。由于当时许多纳瓦霍男子外出捕猎，西班牙士兵杀死的绝大多数都是孱弱的妇女跟孩童，而一名勇敢的纳瓦霍妇女就在这里与西班牙士兵奋勇搏斗，最后抓着他一起跌落悬崖。因此，纳瓦霍人便把这个屠杀洞称为2人跌落的地方。哇，里面有一些遗迹，有一些遗迹还在。对啊，这里也有，这里的山壁的缝上面也有以前的遗迹，有住在这里。还有一楼富人家。对啊，那这边这么出入哈，它离下面的山谷真的是很深。啊，天使光，哇，天使光，好漂亮哦！